具烧焦的尸体遭到了4户人家的争抢，尸体的身份却一次又一次的改变。随着剧情的不停反转，把人性的黑暗面逐一揭开。它也是我看过最好的国产悬疑片。正片开始，一个平凡的小山村忙着准备吃席，王宝山责怪黄欢之前不参加他表弟的葬礼。他认为表弟去世的主要原因是被黄欢甩掉后酗酒而导致的死亡。王宝山的言语越来越难听，忍无可忍的黄欢将茶水泼了过去，眼看两人就要干起来，周围的村民都过来劝架。被泼茶的王宝山放出了狠话，扬言要黄欢一命抵一命。由于初恋的老公在城里上班，所以王宝山晚上经常过来帮忙干活。两人曾经也是一对甜蜜小情侣，床铺都睡烂了好几张。结婚时却遭到男方家人的反对。丽琴这晚又向王宝山大吐苦水，说她的老公陈自立每次喝完酒都会打她，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很绝望，曾想过趁陈自立喝醉时杀死他，还怪罪王宝山是个妈宝男，当初如果不是他懦弱，自己也不会落得嫁给一个瘸子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王宝山竟然提议把陈自立给杀了。他还想好了毁尸灭迹的办法，那就是把尸体拖到山上烧掉，再制造成陈自立喝醉酒失火致死的假象。可当丽琴决定要开干时，懦弱的王宝山却退缩了。次日清晨，村民们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，大家都把凶手指向了王宝山，因为昨天他才放出了狠话，扬言要黄欢一命抵一命，而黄欢昨晚外出后至今都联系不上。幸好村长及时赶到，不然王宝山会被当场打死。黄父表示，便利店的老板大壮昨晚见到了王宝山尾随黄欢，王宝山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便交代了自己昨晚在丽琴的家过夜，而丽琴为了守护自己的名声，自然是否认了他的说法。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时，仵作检查尸体后确定为男性，随后又发现未烧毁的身份证，名字正是丽琴的老公陈自立。这下丽琴真的懵了，难道是王宝山杀了自己的老公吗？为了不被村民怀疑，丽琴装作伤心哭了起来，转身就打电话向王宝山求证。此时王宝山的媳妇已经知道了他们切磋武艺，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，王宝山急忙否认过后就挂了电话。由于大壮一直暗恋着丽琴，所以主动帮忙处理陈自立的身后事。憨厚的大壮建议丽琴报警，可丽琴哪敢报警呀？如果真是王宝山杀的人，自己肯定也脱不了干系。他说陈自立嗜酒如命，爱贪杯，才会不小心把自己烧死。既然人没了，就让他早日入土为安吧。大壮听了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毕竟陈自立死了对自己也算是好事。随后大壮婉转地表达自己对丽琴的心意，说丽琴现在在村里没亲没故，以后我的就是你的。丽琴听完脑子嗡嗡作响，没想到自己在村里这么受欢迎。接着大壮出城购买出殡用品，还给丽琴买了一只金手镯。在回村子的路上，一个男子向他招手示意停车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男子竟然是丽琴的老公陈自立。大壮吓得差点尿裤子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陈自立便坐上了车。他把拐杖放到后座时，看到了大壮购买的出殡用品，好奇地问大壮：“村子是死人了吗？”大壮没有回答陈自立，此时的他不知如何是好。走着走着，大壮把车停了下来，看着熟睡的陈自立，大壮心惊胆战地走下了车。他拿出自己刚买的金手镯，如果让陈自立回了村，自己就再也没办法和丽琴在一起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，他捡起了路边的大石头，想要趁机杀死熟睡中的陈自立，但他迟迟不敢下手，毕竟杀人是要坐牢枪毙的。又是一轮的思想斗争，大壮最终还是放弃了杀人的念头。再次回到车上时，熟睡中的陈自立却醒了过来。大壮想要启动车子，却被他拦住，因为他要下车拉屎，而拉屎的位置正是悬崖边。在他穿裤子的时候来了个电话，结果他头肩夹着手机提裤子，一不小心手机便掉了下去，而他也跟着掉下了悬崖。听到声响的大壮赶紧跑去查看，叫了几声没有得到回应后，于是把陈自立的包包也扔下了悬崖。到了晚上，大壮装作无事发生的找到丽琴，把出殡的用品交给了他。而就在几个小时后，村长悄悄地来到了灵棚里，他强忍恶臭打开了棺材，确定了四周无人后，迅速地把尸体偷了出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村长就把尸体弃在了猪圈里。本该一起出殡的妻子却突然回家，说丽琴接了个电话，随后就让大家解散取消出殡。而丽琴接到的那通电话是由派出所打来，叫他带上陈自立的照片过去一趟。丽琴只好终止了出殡，让大壮开车送他到派出所。不料先上车的丽琴在扣安全带时，回头的一刹那看到了陈自立的拐杖。丽琴的 CPU 都快冒烟了，这是咋回事啊？老陈的拐杖怎么会在大壮的车上呀？原来派出所是让丽琴认领陈自立的尸体。从民警的口中了解到，陈自立是在闲人坡被发现的，那个地方经常有人失足坠崖，除了身份证，其他财物都在。根据尸体的情况判断，死亡时间就是昨天。丽琴当天就把陈自立火化掉。回村的路上，两人都没有说话。下车后，丽琴从后座拿走了陈自立的拐杖。看到拐杖的大壮也懵了，后悔自己没有处理干净。先不说可不可以跟丽琴好上，可能还要背上杀人的罪名。就在这时，丽琴把大壮叫了过去，将那只金手镯还给了他，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。”大壮是有苦不能说呀，既然陈自立的尸体火化了，棺材里的尸体就成了无名尸。于是丽琴让人把棺材送回了村委，并把派出所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，随后把尸体还给了村长。村长看着棺材不知如何是好，
回到家的村长继续修理猪圈，毕竟尸体还藏在里面。就在这时，村里的白国庆带着香烟找上了门，支支吾吾地向村长借用尸体。原来这个白国庆有个弟弟叫白虎，在城里好吃懒做，沉迷赌博。4天前的早上，刚刚赌完钱的白虎遇见了正在吃早餐的陈自立，白虎赶紧坐下来蹭吃蹭喝。然而结账离开时，白虎看见陈自立钱包里有不少100元大钞，一个赌徒身无分文还欠了债，这一刻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。他尾随陈自立进入巷子后，趁他不注意偷走了钱包。得手后的白虎决定回村躲一躲，恰巧碰到了村长的儿子宗耀和黄欢幽会。宗耀因为爸爸的关系，毕业后留在城里的单位工作，而黄欢一直留在村里。为了绑住宗耀的心，黄欢撒谎称自己怀了孕，要让宗耀对自己负责。那个年代的农村未婚先孕可是一件大事，何况宗耀的父亲还是村长，万一传出去了，真的是丢人又丢官。不料这一切都被白虎听见，正好自己欠债又缺钱，于是他向宗耀索取1万块封口费。血气方刚的宗耀根本不受威胁，随后3人便拉扯吵了起来。在你来我往的不断推搡中，黄欢和白虎双双倒地，黄欢只是轻摔了一下，而白虎后脑勺着地，当场毙命。宗耀以为黄欢是真的怀孕，连夜带着她逃到了城里。他计划先找朋友借一笔钱，然后去外省把孩子生下来。没想到黄欢刚好来例假，在买卫生巾的时候碰到了王宝山，得知家里人联系不上他，非常的担心。于是黄欢开始劝说宗耀一起自首。一开始宗耀并没有同意，但黄欢把父母拿出来向他施压。随后宗耀又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于是同意了明天回去自首。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让他自己一个人自首。黄欢回去把孩子生下来留个后。可宗耀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误杀白虎的当天晚上，他的爸爸刚好在村里喝酒，回家路上方便时正好目睹了一切。为了不让儿子坐牢，于是放火烧了白虎，还特意把白虎的尸体移到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。他原本计划明天一早就与村民晨练，在一起发现无法辨认的焦尸，结果折腾了一夜，太累睡过了头。等到村长赶到事发地时，已经轰动了整个村子，因此众人一度误认为这是黄欢的尸体。后来在白虎的尸体上发现了陈自立的身份证，大家又以为这是陈自立。眼看厉晴都开始办理丧事了，担心真相曝光的村长几经波折，终于打通了陈自立的手机，也就是陈自立在悬崖拉屎的时候拨通电话的村长，那叫一个高兴。结果手机给到厉晴手里时，陈自立已经掉下了悬崖。村长当时不知道陈自立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决定当天晚上把尸体偷了出来，在厉晴出殡时把尸体弃在猪圈里。没想到厉晴收到了公安局的认尸电话，随后把棺材送回了村委。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，棺材里的尸体到底是谁啊？而白虎的哥哥得知尸体无人认领后，为了不被弟弟的债主烧掉房子，便找到村长提出借用尸体。于是村长便将计就计，答应了他。随后又把尸体挖了出来，结果在出殡的当天，刚好碰上了回来自首的宗耀。宗耀回来了。哦，这是白国庆的弟弟白虎，今天出殡。人咋没的？听说是喝醉了，躺在草垛上抽烟，睡着以后把自己给烧死了。至此全片结束。